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财经快讯是：人造肉公司 Impossible Foods 计划未来2-3年内进行上市或出售等流动性事件，但由于消费者偏爱更便宜的选择，公司正在努力重新吸引消费者。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将强制规定2029年9月后销售的所有新车都配备自动紧急制动系统，预计每年可减少360人死亡，防止至少24000人受伤。接下来为您播报 AI 初创公司 Imbue 融资2.1亿美元，估值超10亿美元，但尚未拥有产品或商业模式。投资者在 AI 领域进行巨额投资，担心泡沫破灭。Imbue 斥资研发 AI 模型，希望未来打造自主 AI 代理。下一条资讯，为了应对 GLP-1 减肥药物的兴起，维生素和膳食补充剂连锁店 GNC 宣布在所有2300家美国门店增加专门区域，以销售针对该药物的产品，包括维生素、蛋白质奶昔和补充剂。让我们关注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学生团体要求学校撤回对从以色列军事行动中获利的公司的投资，学校拒绝了这项提议。学生们以该大学有着支持类似运动的历史为基础，继续争取大学采纳该提议。我们来看一下，三星电子预计人工智能需求将在下半年保持强劲，推动内存芯片和科技设备的销售，并报告其一季度营业利润增长了10倍以上。请看下面这条消息。亚洲股市周二上涨。此前，华尔街因以科技7巨头为首的高科技公司财报季强劲表现而受到提振。接下来为您播报，由于中东可能停火的讨论，石油结束了近2周的最大跌幅。以色列与哈马斯在释放人质问题上的分歧已缩小。据知情人士称，一项协议已迫在眉睫。让我们关注，夏威夷大火过后，保险公司因风险过高拒绝续保部分房产，造成保险困难。保险公司、监管机构和研究人员正努力平衡保险公司生存和居民财产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罗技国际第4季度销售额增长 5%， 结束持续2年半的销售下滑。非公认会计准则营业利润增长 93% 至 1.59 亿美元，全年销售额下降 5%。非公认会计准则营业利润增长 19%。接下来这条消息，马来西亚肯德基因经济困难暂时关闭门店。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关闭原因是抵制肯德基与以色列的关联。我们来看一下，亚太地区通胀快速下降，经济增长有弹性，将有助于在未来2年经济扩张预计放缓的情况下实现软着陆。接下来为您播报，万科首批商业地产类公募 REIT 产品周二上市首日跌幅达 3%， 反映出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下万科财务状况的担忧。接下来，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Fantasia 提议新的重组条款，股票上涨。Fantasia 将40亿美元债券重组为新票据和股权，此次重组条款较首次提议有所下调。Fantasia 股票周二早盘上涨超 11%。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中，许多开发商已违约，并与债权人达成重组协议。接下来这条消息，日本日经指数追随华尔街上涨，市场关注美联储政策会议，以确定日元命运。接下来，对冲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收购日本住友公司股份，数额达数千亿日元。Elliott 以积极投资者著称，此前已在日本投资汽车电池供应商和房地产开发商。让我们关注印度卢比周二小幅变动，追踪亚洲同行温和走势。交易员预计，在美联储政策决议出炉前，印度储备银行将出现小幅贬值。最后这条财经快讯是，欧洲本周开局动荡，日元暴跌引发关注。欧元区4月通胀数据备受瞩目，日本疑似干预汇市，干预行动的细节尚不明确。交易员密切关注美联储利率决议，预计将维持利率不变，但语气将偏鹰派。欧洲通胀率料稳定在 2.4%。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诺埃尔·奎因宣布退休。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